早上你好，那我们昨天呢刚度过了这个圣诞节哈，这是一个充满关怀的节日。今天就让我们来关怀失智症病患的家属。那本地目前大约有28000名失智症的患者，预计呢到了2030年呢将会增加到8万人。是，那这个病患家属呢白天需要工作，可以就是托付托管中心照料这个病患，可是到了晚间的时候需要将病患带回家，那家属呢可能因为要照顾他，没有好好的这个睡眠。是，那最近就开始有机构提供夜间托管服务了，而在家看护呢也开始慢慢兴起。这些服务能不能够替家属解困？今天我们就请嘉宾一起来讨论。好，为您邀请2位嘉宾，分别是一名专业的护理咨询师，那是潘凤仪。早安，潘小姐。早安。早安。另外呢，还有就是庄秀儿本身呢就有聘请在家看护。你好。你好。早安，2位。你好。是。我们说这个失智症病患呢，他们在夜间的情绪可能相对来讲是有一些比较不稳定的。对，通常他们比较会，有些会比较吵闹，有些会是乱走乱跑。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白天呢，就是让他有越多活动越好，不要给他们睡觉。通常他们会晚上会比较睡多一点。所以如果是说如果是说白天的活动比较多，晚上就会睡多一点。那还有就是也说到他们晚上的那个情绪会稍微不稳定，然后缺乏安全感哦。那这一点就是呢，以你过去在照顾失智症病人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这是他们的病情的过程。如果是说真的是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对吗？他们就会把这个消息跟医生讲，讲了之后他们会就是安排他们的药物更改一下，了解，让他晚间可以安眠。那请庄小姐说说看吧，你是在怎么情况底下呢要聘请在家看护？看护谁呢 ？OK，actually 是我的爸爸，因为那时他有那个hip bone fracture，所以他跌倒了，说我家里我只有妈妈白天在家，而且他也是年老了，所以我们就认识了他的机构，就是提供看护人的机构，所以我们就尝试找他们帮忙。没错。所以父亲不小心跌倒了，受伤了，无法自理。对，所以必须请个在家看护。对，可能也不只是这样，就是说你刚才说白天只有妈妈在家，对，而您本身又是女儿，所以就是要照料爸爸的一些起居的话，可能会有些不太方便，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对。了解，而且要需要很大的力气哦。是。而且基本上我们的要求是需要找一个男性的看护人，所以他的机构是比较少数提供这类的服务，对。所以其实男看护本来就是稍微比较少的啦，就是这方面的供应或者这方面的需求。那所以其实针对就是刚刚秀娥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在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多见吗？会少见，所以会比较，而且会比较难申请到一个男的看护者进来。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看护者都是女生，所以就会比较少。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看护本身呢，他必须要符合一定的那个资格，然后也就是说可能他必须要知道一些护理啦，或者是可能有护士资格的，然后这方面本来就应该就是女性比较居多。对。这方面就要问问就是你就是在这方面的培训啊、资格这方面呢，怎么样去挑选这些看护呢？因为我们的看护者都是从印度过来的，我们怎么挑选？我们就会看他们的资格 qualification。就确定他们的资格是正确的，不是假冒的。然之后我们会问几个问题，有关护士只有护士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回答的话，就知道他是 qualified 的。所以这个方面的一些审核，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面对面的访问，这相对来讲非常重要了。对。我想要成为一名看护者，他本身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医学常识、护理常识，这是很重要的。那我想能够就是成为一名看护者，他除了经过训练之外，家属自己本身是不是也需要说懂得一点点这方面常识？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学习一些这样的技能？
OK， 因为我爸爸他在看护人来之前我们是在那个仁慈，我爸爸在仁慈那边做物理治疗，说他们也有传授一些基本上的知识就是叫那个看护人跟我们一起去上一点基本的课程。是有帮助吗？一定会有，因为看护人也是有休息的时候，所以我们就需要说就是跟他配合了。了解。对。那当然现在就是家里面呢有了这个男看护之后你自己本身觉得这个看护到你家之后，整个情况的改善，对你本身，对你妈妈本身身心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疏解？一定会的，因为我们全家都其实很欢迎这个新的成员，而且他也是很尽心的照顾我爸爸，甚至是被他骂，可是他觉得这是他的工作，说我们也是说会尽量让他可以在我家好好的就是融入我们的生活，说这点我觉得身为一个employer 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假如我们给他适当的调整，他也可以比较尽心的就是说照顾我爸爸，他还会去收集我爸爸的个人的嗜好啦，他的品性是什么样，他有什么脾气，他喜欢做什么好让他们开始建立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对。是，当然，我觉得现在在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因为呢，如果你也有曾经就是有受过这方面的服务的话呢，可能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不过就提到说融入这方面我想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做到。那您本身为什么觉得就是这个男看护做得那么好，然后让你可以就是那么放心呢？我觉得基本上我们身为那个家庭，我们应该把他当成真的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对他要有信心，而且对他也要友善，因为他们离乡背景来新加坡做工，其实也是很不容易只要他们说他们对我照顾我爸爸是很尽心尽力的，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一定上的协助，或者说称赞他做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赞一下。就好像刚刚那个医生的报告就已经显示出我爸爸的体重经过2个月的调理后体重减了2到3公斤，他的高血压也从150减到132基本上那个医生也是很惊讶，也觉得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都很感谢我们的看护人。对，是，哇，那潘小姐说说看吧，看护的服务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看来是蛮多的，有些是日间的，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机构他们愿意提供一些夜间的服务，对，那我想这两者之间可不可以比较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需要一个夜间的这个托管服务？我可以说是需要，因为这个是一个缺乏，在新加坡是一个缺乏，很多家属都不能够知道怎样处理他们的家属，所以如果是有个夜间的的中心，对吗？他们会比较可以能够安稳的睡一觉。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夜间托管或是夜间看护，其实最应该要在意的是什么呢？家人也应该就是给他们什么样的信心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因为可能很多家人会有这样一种愧疚感，就觉得说，爸爸妈妈年纪的大了照顾他应该是我的责任，然后自己本身又要工作又有家庭要照顾，所以这份愧疚感其实把自己困着。所以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人介入，然后帮忙照料的话，他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放心，给他多一点信心？如果是说有这种的夜间托所，对吗？通常我们都会说，在这种托所之间之内，他们有那种老人之间的沟通，他们至少还会活跃一点，就是说不会说一直只是看住自己的家人，就是说他们的活动圈会比较多，没错，所以我们会以这个方向来advise 他们，去鼓励他们，对，鼓励他们。其实最近就是因为圣诞佳节而且也到年底了，而且呢需要假期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托管服务跟短暂的在家看护的服务呢，突然间有增加的趋势？
这个我就不可以跟你讲说别的机构，不过我只能讲我的机构。我的机构就忽然间多了比平常多的那些inquiry， 就是他们询问，就是他们就是说需要有人进来帮忙照顾，在这个 festive season 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就叫我们带我们的护士进来给他们。OK。对，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电话会比较多，比平常多。等一下，这个请就是暂时看护的这个服务对，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其实是 depend on 那个病人的状况。是他们要出国去旅游？你是说家属是吗？家属对，是说就说比如说出国旅游，比如说他们要忙着做 year end report。或者是对，或者是就是说可能需要休息一下也是有。了解。不过我们也是有好几个都说他们的工人要回家，刚好这个时候他们的工人回家，没有人帮忙照顾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原本家庭的女佣，对，要回国，所以现在暂时不。对，所以就打电话叫我们帮忙。昨天是圣诞节不知道秀娥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昨天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说我们有找我们的看护人，他是做我们的 videographer，说我们还有交换礼物，我们请家里人还有一些朋友过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看护人还有我爸爸他们有时候也需要说家庭还有朋友的就是说的支持，所以这个圣诞节对我来说是可以给让对方都了解那个家庭的就是重要性，对凝聚力，而且家庭的欢乐，基本上也可以让我爸爸好像对，就是说在佳节的时候会更开心，因为他在那个调整的路上，调理的路上，也是需要生理上的开心，才会让他比较快恢复。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啦，我觉得能够给家庭成员呢多一份关怀总是好的。毕竟呢，父母就是生我们养我们嘛，对不对？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呢一定要寻求协助，因为自己总是有缺憾的地方。是我们先谢谢两位嘉宾，谢谢。